眼前这座建筑很像是个孙悟空变的小庙，它所在的地方便是位于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。因为这边供奉着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，所以这里叫晋祠。其始建年代尚存争议，但早不会早于西周，晚不会晚于南北朝。毕竟这边有北齐时期的扩建记录，这是断代的证据。之后隋唐也各有修缮，到了宋代，晋祠得到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扩建。在这次扩建中，唐叔虞退居二线了，而唐叔虞的母亲义姜则被加封为圣母，还为他建起了宏大的圣母殿。如今的晋祠圣母殿以及殿内的多数造像仍然是北宋时期的原物。此外，这边还有唐代、金代、明清、民国等多个时代的产物，这些看点大都集中在中轴线之内，其时代序列的完整性在全国都是罕见的。因为晋祠之内拥有这么多的宝藏，所以这边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，也是我晋中之旅的重要目的地之一。而同行人则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南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啊，我的朋友南希就在后边，一会儿咱们来好好逛一逛这儿。我们是2024年7月自驾过去的，晋祠有巨大的停车场可供停车，但我要提醒一句，这停车场太大了，你必须牢记自己的停车区域，不然找车很累人的。在晋祠公园的入口处有一大片汉白玉桥梁，我们俩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这就是著名的鱼沼飞梁，于是就在这儿拍了40多个镜头，但越拍越感觉不对劲儿，这鱼沼飞梁怎么这么新呢？其实这都是后期新修的池沼和桥梁，随便看看就好。越过桥梁就来到了晋祠圣境牌楼，这个牌楼真正的名字叫做芳林寺牌楼，它是一座4入3门3楼的牌楼，是太原市的市级文保单位。它是一座清代建筑，原本位于太原芳林寺之内，后来迁到了这边，算是集中保护起来了。越过牌楼就到达了晋祠的东大门，这是一座重建于1985年的古建筑，同时这个地方也能扫码买票，全价票80元一位。其门上牌匾所用的书法是唐贞观2年的御书，想来是李世民的书法。后面这一大段路所看到的东西，除了一对明代的铁狮子之外，其余的基本全是新东西，所以略过不表，直达晋祠。现在我们抵达了晋祠收费区的入口，现在把票刷了，通过这里稍微走上那么一段，就看到了这座大圣变成的小庙。当然了，虽然86版《西游记》确实在晋祠取了景，但取的不是这里，它并不是那座小庙，只是看起来相似而已。这座建筑真正的名字叫做水镜台，现场展牌说它始建年代不详，不过在2020年有专家考证出了建筑的年份，其中卷棚歇山顶的一部分是清代戏台，重檐歇山顶的一部分则是明代的月楼。但这个能算勾连搭吗？感觉不太行，因为这俩屋顶各玩各的，并没有形成融合。之所以大家觉得它像是大圣变的小庙，是因为月楼的窗户是圆的，这种造型的窗户很少见，它属于是专旋窗中的圆光旋。它上面的3进明权匾额是清康熙年间的匾，其檐下的斗拱则都是中规中矩的品字斗拱，因为它的造型很像一个倒着写的品字，故而得名。而月楼前的一对铁狮子则是明万历年间的产物。现在我们绕到戏台一侧，发现有一块水镜台匾，这是清乾隆年间的匾，这块匾可够精致的，周围还有2龙戏珠的装饰，怪不得它既是晋祠的3大名匾之一，又是晋祠的书法3绝之一。戏台是4面敞开的结构，属于是厅堂中的敞厅，而且仔细看，外侧深处的木龙头都是内部梁架的延伸。另外你发现没有，戏台一侧用了很多垂帘柱，再和带浮雕的雀替配合到一起，就显得戏台很精致了。理论上唱戏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，每年都要演戏好多次，其中又以6、7月份最为密集。根据晋祠志记载，6、7月份的水镜台大戏是最密集的，几乎是连演1个月。演这么多的戏，当然是为了报答神恩，圣母的恩情还不完嘛。至于神灵能不能听到戏，咱也不好下结论，但作为普通人，只要你站在台下，绝对能第一时间听到戏。所以戏台的很多构造其实是做给普通人的。如果俯瞰水镜台的格局，我们就不难发现，水镜台前是开阔的场地，偏偏绿化还不错，能给人们遮风挡雨，所以这个地方正适合聚集看戏的人们。而且这个戏台的高度摆在这儿，再加上四周空旷，所以就更适合声音传播。其实藻井也适合扩音，只是这边没有罢了。
看懂戏台的结构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演唱会的现场能震撼人心，但自己在家里听同样的音乐，这个效果就会弱化很多，因为现场的构造下了功夫。所以说世上没有白花的钱，也没有白走的路。水镜台的旁边则是一座灯影楼，是一座歇山顶的2层楼阁式建筑，其始建年代不详，外观则是一眼明清。但这不重要，我们只需知道古晋祠8景之一圣迎四照就是登到这座楼上看风景。再往前走了一段，就来到了会仙桥，这是一座明代石桥，据说有一位明代翰林在这边见过仙人，所以取了这么个名字。因为它的附近有4个金人，所以又叫金人桥。现在为了保护桥，所以在上面加了一层木头给游客走。那么金人在哪儿呢？桥对面就是金人台，金人台的中间是一个歇山顶的小龛，里面则是4个铁人。这里解释一句啊，金人的意思是金属人，不是黄金人。这些金属人像原本是摆在圣母殿门口的，后来给挪到这边了。以前总有晋祠的野生导游让游客上去摸这4个铁人，说什么摸铁人富贵平安。后来官方为了保护文物，就把这4个铁人圈起来，不让上去乱摸了。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老图片来细看这些铁人身上的字样。东北角一尊为北宋元佑4年铸造，也是铸造年代最早的一尊。元佑这2个字还被原有的纹路给分开了，下边是出钱人的名单。除了这些名字之外，上面还刻着个王大白，这名字未免太接地气了。西南角一尊为北宋绍圣4年铸造，是一大家子人一起铸造的，成员包括儿子、儿媳妇、侄子、孙子、重孙子，是为了让神灵保佑自己的家族繁荣昌盛。西北角一尊是北宋绍圣5年铸造，仅比上一尊晚了1年，但它却不是完整的北宋铁人。仔细看，它的头和脖子就是明代补铸的，正德的脖子，永乐的头。东北角一尊原本是明代铸造的，后来给丢了，现有的是民国年间补铸的。这最后一尊铁人有一种修补文物为主，正功德为辅的感觉，但前几尊则是纯纯的正功德求庇佑了。它附近有座白鹤亭，看着不起眼儿，其实这是一座明鉴清修的亭子，要么说晋祠宝藏多呢。这样的建筑在晋祠里根本都排不上号。现在我们回归中路，奔向对月坊，这是一座明代的牌坊，其名字取自《诗经》中对月在天，郡奔走在庙这一句，单独把对月2个字挑出来，意为报答宣扬主尊圣母的功德。牌坊本身没有实用功能，它就是个仪式感物品，之所以放在这儿，那是为了告诉你后面有更重要的地方。对月坊的2侧是钟鼓楼，这些都是明万历年间的建筑，其屋顶均为重檐十字歇山顶，上覆黄绿琉璃瓦。越过对月坊，就来到了晋祠的献殿，这是一座面阔3间、出檐深远的金代建筑，其屋顶则为歇山顶。所谓献殿指的是陈列贡品的场所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大型的供桌，这也是中国现存的有明确纪年的献殿中最为古早的一座。现在这座献殿只剩下木质骨架了，已经没有墙了，但它仍然屹立不倒，因为古代中国的古建筑本质上是靠木头承重的，墙是用来做保护、做装饰的。所谓墙倒无不塌，不过如是。献殿的斗拱造型非常舒展，而且用昂较多，但没怎么用斜拱，并不是那种最典型的金代斗拱。其柱头上做出了卷纱，也就是做成了相对圆润的状态。柱头上方是一层普拍方，注意看，普拍方在转角处出头了，但是蓝鹅没有出头。如果蓝鹅出头，它这个名字就牛逼了，叫做霸王拳。但它现在这个样式，很明显就霸王不起来了。现在我们来到内部，能看到它是进深4船，最大的这根梁则是4船符。4船符以2个驼峰承载平团和配套的方，它们的中间是平梁，平梁又以驼峰和蜀柱顶着最上方的戟团，戟团上面就有2处题记，非常清晰，一处是金代的，一处是金代的。再往前，我们就来到了圣母殿前，但不着急看建筑，因为圣母殿前的石桥便是大名鼎鼎的鱼沼飞梁。鱼沼飞梁的始建年代不详，现存的这座石桥是北宋年间建造的，它是一座十字形的桥，可以视为中国最早的水陆立交桥。鱼沼就是下边的泉水，飞梁则是上面的石桥。梁思成教授在中国建筑史中写道，这种桥以前只在画里见过，现实中就见过这么一回，称得起是个孤立。它与之前的献殿、之后的圣母殿一起，同被列为晋祠的3大国宝。当然了，
玉沼飞梁之所以能传承千年，这完全得益于历朝历代的修缮。近期比较重要的一次修缮是1953年的那次，当时替换掉了很多碎石烂木，换上了新的零件。可能很多人光看石桥了，却忽略了一件事，桥下边是有木构件的。能传承千百年的古建筑，都历经过了无数次修缮，才能以相对完整的面貌走进我们的视野。就算是成为了特修斯之船，也能承载传承千年的文化与历史，总比年久失修最终独自倒塌毁坏要强得多。现在我们来将目光转向今天的最大看点，也就是晋祠的主殿圣母殿。这是一座北宋时期的建筑，殿内供奉的是唐叔虞的母亲义江。此殿面阔5间，屋顶为重檐歇山顶，而且上面还有6个绿色的琉璃方圣，前廊廊柱上则有8条木雕盘龙。看建筑之前，照例先盘一盘殿前的石碑。靠近门的地方是明隆庆年间的重修晋祠庙碑记，另一块也是明碑，是天顺年间的重修碑记。它的侧面还有一个碑廊，里边大都是明清碑，就不逐一说了。然后我们来看匾额，先看中间的显灵昭济圣母斗匾，这块匾可了不得，它是宋代的原物，周边的白云状装饰也是宋代的流行花样。2层的那块圣母殿匾额是一块1952年的古匾，临摹的则是颜真卿的书法。高流碧玉匾是清康熙年间的匾，这句很明显参考了李白的那句诗“晋祠流水如碧玉”。记得年轻时看书背诗就是傻看傻背，如今总算是见着真晋祠了。通风仪则匾是清光绪年间的匾，三晋仪封匾是清光绪皇帝的御书匾。当时八国联军入侵，光绪跟着慈禧往西边逃，沿途提了不少字，这就是其中之一。惠普同风匾为清同治年间的匾，它也带有玉章，为同治皇帝御赐匾。惠流三进匾是光绪年间的匾，且上面有玉章1枚，是光绪皇帝御赐匾。坤厚载物匾是清道光年间的匾，它出自唐代的娇妙歌词，意为大地宽厚而能载万物。厉不厉害你坤哥？乾通元化匾为清道光年间的匾，惠泽长流匾为清康熙年间的匾，韩弘光大匾为清光绪年间的匾，惠洽同风匾为清同治皇帝御赐匾，且是山西巡抚亲自挂上的。永赐南老匾为光绪年间的篆书匾，这4个字出自《诗经》中“既饮之酒，永赐南老”一句。德阳恩普匾为清光绪年间的匾，而且还是一位巴图鲁写的。恩州万寺匾为清光绪年间的匾，立匾人就是名臣曾国荃。灵泉惠泽匾为清咸丰年间的匾，泽批河汾匾为清光绪年间的匾，泽普同风匾为光绪年间的匾，万惠韩资匾为清光绪年间的匾，灵爽世平匾为清道光年间的匾。最后我们来看铺座区，我们先看1层的柱头铺座，其前出2条华拱，看着像秦面昂，其实是假昂，站在里边就能轻松分辨真假。这么短的尾巴肯定是华拱，只看外边就容易被欺骗。它的上方则是一根云形耍头，而且搭配了横拱，所以属于是记心造。然后我们看补间铺座，圣母殿背面不设补间铺座，但是正面有。补间铺座这边的昂可是2根货真价实的昂，站里边就能发现这老长的真昂是真的在承托屋檐，而且它的头尖尖的，所以它属于是披竹昂。两侧像翅膀的横拱则叫做异形拱。转角铺座看起来很复杂，其实就是做了个双份的柱头铺座而已。此外出了一根斜着的凤角假昂，但它上方的游昂是真的。鉴别真假这事儿，我们还是转进内侧看。游昂的长尾巴清晰可见，但那根假昂就看不见尾巴，所以它终归是一根假半昂的华拱。至此，我们就初步预览完了圣母殿这座建筑。现在我们来看圣母殿附带的造像，先从外边的开始看起来。这2尊殿外的将军像并不是哼哈二将，而是在《封神演义》中出现过的方弼方相，他们站在此处，想来是为圣母护法的。这都不是重点，圣母殿内的造像才是重点。如今这座殿内共保存有43尊精美的古老塑像，除了圣母左右的2个小型侍女是明代补塑的之外，其余41尊都是宋代塑像，其价值不言而喻。但有相当一部分造像游客视角根本就看不见，但是没关系，晋祠官网有个数字晋祠，通过它就可以进去看，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以内部视角把这些塑像一尊一尊的说过来。现在我们先从明间开始，明间主位端坐的圣母便是义江，因其在宋代被加封为显灵昭济圣母，故此殿得名为圣母殿。此造像头戴花钗冠，身穿绿色大绣衣，下身穿红色围裙，项上戴金圈与珠翠，总体色调是红配绿，但也配出了雍容华贵的气质。
圣母左侧第一尊侍女塑像为明代补塑，个头比其他塑像小一些，其双手捧着一个方形物品，推测为圣母的印玺，其腰间悬挂的饰品则是古代常见的环佩。右侧第一尊同为明代补塑，衣衫与对称位置侍女近似，只是衣裙颜色变了，广袖长袍是绿色的，围裙则是红色的，而她手里拿的东西则是一枚护板了。圣母左侧第二尊侍女塑像，头上戴的是红色包染，而且她的脸微微右转，像是在聆听圣母的命令。其上下衣则是分开的，上身短衣叫做襦，下身是常见的裙子，合到一起就是襦裙。另外肩上隐约还有红色的披帛。圣母右侧第二尊同为侍女塑像，其头上梳着朝天髻，双手一上一下，像是正在算什么账目。她和前边三尊侍女像一样，都是圣母的近侍。如果再往前看，能看到两个头戴幞头的太监，两者均是手中托帕，身穿长袍，仅衣服颜色有些区别，其余地方则极为接近。另外在这个视角，我们还能看到殿内的供桌竟然是用黄绿二色琉璃做的，堪称是巧夺天工。现在我们转向圣母右侧的其余造像，逐一说起来。感谢数字晋祠给了我进殿参观的机会。右侧第四尊为托印侍女像，其头上戴红色包髻，肩上是熟悉的绿色披帛，身上穿着前面见过的襦裙，手里捧着印，总体的气质很严肃，工作态度一看就很认真。右侧第五尊为男装女官像，其头戴幞头，面容清秀，而且耳朵上还有个耳洞，看来那就是戴饰品的位置。右侧第六尊为侍女像，其头戴绿色包髻，身穿襦裙，表情冷峻，其一手下垂，一手在前攥拳，推测原本握着一串钥匙，那这位想来就是圣母的管家了。右侧第七尊侍女像，头上戴着个莲花冠，这个打扮有点像道姑，但衣服和前几位区别不大。她的手里边握着一根木棒，推测为执法侍女，专带圣母执行家法。右侧第八尊同样头梳朝天髻，这是个年纪很小的侍女，大概率是以幼年宫女为原型所制作出来的，而且衣服松松垮垮，很不合身，说到底还是因为年纪小罢了。右侧第九尊侍女年纪看着要大一些，但是手里的东西都掉没了，很难看出这位是抓哪一部分工作的。右侧第十尊为头戴幞头的男装女官，腰间的隔带分外明显，但她手里捧着个什么呢？其实是圣母的胭脂盒子，这是管一部分梳妆工作的女官。右侧第11尊为侍女像，这位头上的红色包髻分外醒目，腰间垂下两条黄色绶带，这是别人身上所没有的元素，但手里的东西也掉没了，难以辨别职责。右侧第12尊又是一个年幼的侍女像，看起来亭亭玉立，其手中握着一条巾，推测为伺候圣母梳洗的侍女。右侧第13尊侍女，头上戴的是蓝色包髻，身上的系带则是红蓝相间，衣服色调也是以蓝色为主，和前面的配色是大有不同的。右侧第14尊侍女同样头戴莲花冠，面容精致，动作则定格在了沉思的一瞬间。右侧第15尊侍女的形体要粗壮一些，可能是干重活粗活的，而且双手这个姿势像是拿着一件长杆的东西，但不可能在圣母的宅子里舞刀弄枪，大概率以前拿的是扫帚，专门负责做卫生。右侧第16尊侍女拿的是一根棒状物，而且这根棒子还是有花纹的。有专家推断，这根棒子是用来洗衣服的，以前在河里洗衣服确实用棒子打，但这个时代的人就未必能理解古老的工艺了。右侧第17尊侍女手中的器物已经遗失不见了，可见其右手在上做保护状，说明原有的物品是一件易碎品，而且不太可能是印，因为前面有2个捧印的了，所以一般推断为九湖侍女。右侧第18尊侍女像是殿内唯一头戴高冠的侍女像，她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在这座殿内较为少见的直领对襟长衫，其嘴角下垂，颇为不屑，不知看到了什么看不惯的事情。右侧第19尊侍女年纪较大，身上穿的裙子则是黄色的，其双手举在胸前，但一只手缩在了袖子里，不像是拿东西，倒像是一种特殊的礼节。右侧第20尊造像为戴幞头的宦官，其肩上搭着一条毛巾，宦官不可能伺候圣母洗漱，所以专家推断这位大概率是厨子。厨子的身上也常有一条毛巾，搓手的动作就是在头脑风暴，考虑今天给圣母做点什么菜。
右侧第21尊为宦官像，其表情淡定自若，想来在宫中地位不一般。他身上穿着蓝色广袖长袍，内部则是蓝色的衬裙，双手则在胸前握住，似乎在等待圣母传下命令。至此，我们就看完了圣母右侧的全部侍女像，然后我们转向圣母左侧的其余造像。左侧第4尊是一个头戴幞头的太监，其面无表情，属于是最常见的那种打工人，是一上班就无精打采的那种。左侧第5尊是所有塑像中最为能歌善舞的那一位，其造型非常生动婀娜，高低是个歌舞团长，其中手拿的是一个手绢，也是一件重要的舞蹈道具，但他的前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挡住了他头部面部的一些细节。左侧第6尊侍女像体型很挺拔，表情很淡定，气质很优雅，头上戴的是绿色包髻，身上的衣裙则是红绿相间。左侧第7尊侍女体型微胖，耳朵上也有耳洞，以前必然是有耳环的，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其2只手全部缺失了，不太好辨认她具体的工作。左侧第8尊正在向右看，而且这个姿势也不是挺拔站立，而是有微微倾斜的曲线，所以这个和前几尊差不多，都属于是不同的歌舞伎。左侧第9尊侍女年纪不大，同时目光向前看，双手抱在胸前，头上戴的是绿色包髻，身上的襦裙和披帛我们前面都见过，不赘述。左侧第10尊体型微胖，头戴红色包髻，其右手被袖子挡住了，但是左手露在了外面，但手里没什么东西，无法判断他的职务。左侧第11尊侍女像，其头上梳朝天髻，身上穿直领对襟长衫，双手拢于袖中，其表情平淡且落寞，似乎是因为深宫生活寂寞而感到幽怨。左侧第12尊侍女像，同是头梳朝天髻，其双手持有一根彩色细棍，其身上的衣服颜色多样，远比周边的其他侍女华丽，脸上则带有微笑，颇为得意，明显在宫中比较得宠，地位也比较高。左侧第13尊侍女像，头上戴着红色包髻，身穿绿色长裙，其手中器物已经掉落，专家推断她是为圣母出行做准备的侍女。那么证据在哪儿呢？就在旁边的第14尊侍女像身上，这是一个头戴幞头、身穿官服的女官，其手中托有一个烛台，明显是圣母出巡时的掌灯侍女，所以专家认为与她接近的其他侍女也负责近似的工作。左侧第15尊侍女年纪不大，其手中持有一柄如意，既然管理珍宝，其地位必然不低，但从她的表情上却看不出任何的喜悦，可能每个打工人早晚都得有麻木的这一天。左侧第16尊侍女手中握着一个攥成团的锦帕，是那种日常拿在手里的绢帕，看她这个表情好像是在和别人交谈争论一般，而且她长得很像某脱口秀演员，看来这一类的面相也是自古有之。左侧第17尊侍女头戴红色包髻，年龄看起来比较小，表情看起来很好奇，像是正在看热闹的样子。左侧第18尊侍女像站姿挺拔，脸在看着一个方向，双手微微抬起，看起来像是在劝架，可能被劝架的一方就是刚才的那个脱口秀侍女了。左侧第19尊侍女像的职务看起来是比较好辨认的，她手里托着一个黑色的药罐子，身份则是圣母的药师。其实神仙哪来的病痛？这分明是把现实中的煎药宫女给直接照搬到神灵造像区了。左侧第20尊侍女又高又丰满，手里握着一个挺大的包裹，而且脖子上还是带有金璎珞的，表情还很高傲，说明她手里的包裹里装的是金银。她就是给圣母管钱财的侍女，管钱的手里都有钱，所以穿戴好，能买得起金首饰，吃的也好，人也又高又壮。左侧第21尊是一个个子很高的宦官，其头戴幞头，腰系革带，看起来又高又壮，想来也是地位高，吃得好。仔细看他的衣角居然被腰带给夹住了，这个简直是太传神了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圣母殿的43尊造像，也看完了晋祠中轴线的全部看点。至于晋祠其他的看点改天再说，其实后边没什么，不过是我们俩顶着暴雨在晋祠中寻找唐代的石碑，中途误打误撞找到了很多看点，估计爱看这些的人也不多。但刚才中轴线上的古建筑那才是要素过多，难怪无论淡季旺季，晋祠这边永远都是这么火，因为这边真的是过往1000年的活生生的历史标本，古人的一颦一笑、喜怒哀乐以及平凡的不平凡的那些生活都被复刻了下来，可供我们随时观看查阅。每一处被保护下来的古迹都是一处凝固的历史，古迹内的每一处看点都是这段历史中的极光片语，它们是见证过往的最佳证据。我们常说地上文物看山西，
就因为这边的古建筑数量比其他省是压倒性的多。但就算是在山西，能像晋祠这样生动的历史截图器也是不多见的。所以晋祠不来则已，来了就得认认真真看，从每个角落里体会那穿越千百年岁月的种种细节，方不算是白来一遭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